好久没有更新淡江大桥的工程进度，不过这集要聊点不一样的，就是关于淡江大桥的监控中心。作为世界第一大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，防灾监控是非常必须的。一座大型桥梁有很多方面需要随时注意，像是地震后是否有发生位移形变，以及发生灾害时的应急处理。监控中心设置在淡水段的环绕匝道中心处，这样的配置是非常好的空间利用，而且这种空间利用相当普遍。这类飞地一般会设置国道警察驻点，或是紧急的道路救援相关单位。不过淡江大桥这是利用除了监控中心之外，另外结合了油气观光、眺望、单车、展示等功能。这个综合多功能建筑是后来才设计的。当初在做淡江大桥的设计进度的时候，找来了几间国际知名的公司，还有日本建筑大师隈研吾。最后由扎哈·哈迪夺冠，她是普利兹克奖的第一位女性得主 ，A.K.A. 曲线女王。回到监控中心的建筑体。中心由双螺旋亮体组合而成，建筑设计恰到好处，并不会破坏原先的风水。该怎么说呢？这栋建筑并不是特别的突兀或是显目，就是因为这样才不会把主角光环抢走。整体视觉上也很流畅协调，又配合环绕车道的流动感，设计成螺旋外形，一整个就很搭哦。我们常在讲的风水，其实就是环境工程学。当风水对了，气就顺了，气顺就昌隆亨通。再来仔细看看建筑体，这栋建筑高 16.5 公尺，以不阻碍匝道视线为概念，让整体的视觉平顺。建筑外表的落地窗框会随着圆弧的曲面由疏至密，刚好能搭配淡江大桥本身的钢索，还有特殊灯柱的起伏、律动感，整体性非常的足够。不管是phủ面、立面，美感协调性，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，整个设计是非常的精妙。我很好奇设计这栋建筑的高手是谁，但很可惜目前查不到哦。不过应该不会是扎哈的团队，因为自由曲面用的不够多。楼层方面配置3层楼，外加1层地下室。1楼是防灾的应变中心与机房设备，2楼是办公室和陈列室，3楼因为视野较好，用作监控中心。仔细看建筑的外围有开放的螺旋坡道，这可以让民众走上去观景。顶层有视野不错的开放平台，也有大片落地窗的室内空间，让欣赏大桥这个活动有特别的仪式感。建筑的周边地坪之外是基本的绿带、植树、舒服的公园长椅。另外设计也有参考旧金山的金门大桥，在户外摆放桥梁工程技术相关的展示模型。在欣赏桥梁的同时，还能了解到建筑的工法。这么大型的桥梁结构，我想应该会有很多人好奇，想了解它是如何诞生的。你能想象在建桥初期，有人在水底下人工开凿海床吗？当然还有建桥的历史故事和建筑师的介绍，让游客不只是有视觉上的震撼，还有知识上的收获。蒙拉江 C 口区内的停车场除了一般的车位，还有大量的单车停放空间。关于单车友善的规划非常的重要。淡江大桥的单车路径有潜力成为全台最美的单车车道之一。我记得有一次在淡水河畔的餐厅吃饭，接近傍晚的魔幻时刻，刚好瞥见淡水夕照。那时万紫千红，菊光晕开，刹那间我仿佛感觉到天神降临，起了鸡皮疙瘩。如果能骑乘在桥上体验观音夕照环绕，
那将会是非常美妙的体验。所以单车步道的设计是否能细致友善，会是需要非常注意的重点。目前唯一的担忧就是场地被布置得很 low， 要找专业的策展团队布置规划，把国际级的建筑景点的质感做出来。像美国金门大桥的布置、陈设、模型展示、说明布告都做得很有质感，能让整个旅游体验更上层楼。如果最后搞一些很 low 的摆设和贩卖一些熟悉不堪的纪念品，这会让那个建筑奇观功亏一篑。这个国家门面级的景点绝对值得花更多的资源做到完美，千万不能落亏。最后，关于淡江大桥主体工程进度，在去年8月底进行了主桥塔基座的灌浆。为了一体成型，必须24小时不中断的浇筑，总共经历了3天的连续灌浆。看着这些水泥车排队的壮观画面，可能这几天大台北地区其他营建工地都叫不到那么空了吧。到了11月底，部分桥面结块已经预制完成，这些箱体非常的巨大哦，两侧还有维修人孔通道，看起来就像邮轮的船舱。在上梁典礼时，正式吊上了第一段桥面，而整个工程最关键的瓶颈就是主桥塔的进度，因为需要大量的绑筋与精准的定位钢模板，马虎不得。令我蛮意外的是，主桥塔柱设计是空心的，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哦，这些结构都经过力学的计算与电脑的模拟，强度肯定 OK。而中间的黄色鹰架会一直随着施工高度往上搭，直到2柱合拢。淡江大桥仍是目标2025年完工，就让我们耐心的好好期待吧。OK， 本期影片就到这边，欢迎分享订阅，我们下期见哦 ，See you， 拜拜。